1月14号，人民海军官方社交媒体账号发布文章，大场面山东舰编队最新训练画面来了。多张高清照片展示海军山东舰飞行甲板上多架歼15战机整齐列阵，蓄势待发。15号，央视军事频道在报道中就进一步披露了山东舰在南海某海域展开一场实战化背景下的演练。山东舰上，随着指挥员指令下达，起飞助理员宋志浩凌空一指，战机射向海天，奔赴指定空域展开相关训练。在此次训练期间，起飞助理员宋志浩带领放飞小组开展复杂海况放飞飞机、制动轮挡故障应急处置等针对性训练。本次训练，指挥所增设了训练难题，强化了训练难度，进一步检验了放飞小组前期的训练成效，应急处置能力得到显著提升。海上训练期间，山东舰坚持从难从严开展实战背景下的针对性训练，不断拉升复杂环境条件下着舰起飞、应急处置和损害管制等核心作战能力，验证了一大批应急处置预案、组训方法、保障模式。另据人民海军微信公众号披露，山东舰在演练期间出动舰载机群，与护航舰船组成海空作战网，顺利完成作战任务。在这次演练中，海军航空兵部队又一批飞行员取得航母夜间起降的资格认证，标志着中国海军航母编队作战体系能力进一步跃升。这次演练呢，它是实战化对抗演练，而且呢是山东舰以编队形式的进行的。从配发的照片呢，也可以看出来它的飞行甲板上摆满了舰载机，在发的照片里边啊，有一半以上啊，基本上都是夜间进行舰数舰载机起降的这种情况，那就说明呢，现在啊，就是山东舰呢已经是完全的形成了这种战斗力嘛，而且呢，山东舰比辽宁舰啊还更先进，因为呢，它是在辽宁舰的基础上呢进行设计的，而且做了很多的改进。你比如说它的舰岛呢变得更小，飞行甲板面积更大呀。机库呢也是进行了改进，因此它搭载舰载机的能力呢，显然比辽宁舰更强。之前呢，我们有一艘辽宁舰形成了完全战斗力，那现在呢，有一艘山东舰也形成了战斗力。那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就现在有2个航母编队了，那自然呢，就使得海军的作战方面啊，是取得了非常大的跃升嘛。15号，央视军事频道还报道了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直升机团在南海某海域开展夜间飞行训练的情况。本次夜间飞行训练由经验丰富的飞行教员指导带飞新飞行员。晚19时许，数架直9型舰载直升机在跑道上一字排开，随着指挥员下达起飞指令，参训直升机陆续拔地而起，飞赴目标空域。我是带飞新飞行员目测航线飞行，这个科目呢是所有飞行的基础，可以更好的打牢基本驾驶术。通过这个科目的训练，为以后的飞行，特别是平台着舰飞行，打下坚实的基础。该舰载直升机团此次在南海某海域开展夜间飞行训练，主要围绕低空飞行、平台飞行、野外机动等多个科目实施。今天我们在本场重点围绕野外机动、平台起降等多个科目展开了多批次、多架次的跨昼夜训练，完成任务都比较顺利，达成了训练目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海军南海频繁演训的同时，美国海军航母编队也进入南海进行演习。根据美国海军1月13号发布的新闻稿，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12号部署进入南海开展行动。该打击群除尼米兹号航母外，还包括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邦克山号、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凯迪特号、韦恩麦耶号，以及月初曾穿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的中云号。据介绍，这是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2022至2023年部署期间首次在南海开展行动。该打击群正在开展海上打击训练、反潜作战、多域一体化、地空联合训练等多种演训。新闻稿还宣称，尼米兹号航母在南海行动是所谓美国海军在印太地区常规行动的一部分。虽然此次航行尼米兹号航母没有开启 AIS 信号发生器，但是编队的驱逐舰和巡洋舰的 AIS 信号却暴露了航母的行踪。从传讯 AIS 信号数据显示，1月14号，尼米兹号在南沙群岛北部海域。第二天，该航母打击群已经抵达万安滩西北240公里处海域。由此看来，美国海军在南海是高速穿行。实际上，自尼米兹号航母上个月开始部署西太以来，就在菲律宾
宾东部海域频繁活动，并于1月12号穿越巴士海峡进入南海。分析认为，美国海军航母在南海徘徊许久，并以快进快出的战斗巡航模式，需要警惕。它现在是完全按着实战的进行演练的。你比如说，在最近这2年，美国航母打击群的进入南海它都是那种突然性的、快速性的，那明显的是贴近实战的。它在进入南海的时候，经常的航线也不固定了。那么也就是说，在实战中，那美国海军航母就是利用这种快打快撤，然后争取主动，自身能够打击对手呢，同时减少自身的伤亡。所以对于美国海军航母打击群在南海现在的这种演练呢，还是要予以高度重视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还援引美国防部官员称，中方已派出2艘军舰跟踪监视该打击群。舆论认为，美国在中国春节前夕派出航母闯南海，不仅是向中国秀肌肉，更是向盟友展示自身存在。而且，在美海军的新闻稿中，该航母打击群的指挥官就高调宣称，美军有能力跨越每个轴心和每个领域，从太空到海底，提供综合的致命和非致命效果。这样的说法显然不是抱着善意而来。他是在我们过春节的时候，他到南海来一趟，那显然是给中国进行添堵嘛。同时也表明美国现在就是对华进行这种遏制，它是不分时间段的，目的让我们摸不清它的规律，使得我们在进行反制的时候难度相应会变大嘛。特别是现在美国是极力拉拢的日本、澳大利亚还有就是现在把韩国也极力的往过拉。那这样一来的话，它就在亚太地区逐渐的形成一个军事同盟。正在非洲进行访问的外交部长秦刚，当地时间14号晚抵达此次行程的最后一站埃及。此前几天，秦刚先后到访埃塞俄比亚、安哥拉等4国，并在非盟总部举行中国同非盟第8次战略对话。秦刚此行达成哪些重要成果？非洲舆论有何积极评价？来看看报道。当地时间15号，外交部长秦刚对埃及展开正式访问。期间，秦刚将分别同埃及总统塞西和外长舒克里举行会见会谈，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埃及外交部发言人接受媒体采访时，对秦刚此访表示高度期待。في القارة الإفريقية لأن تكون محطة هامة في هذه الزيارة له دلالة أخرى على عمق وخصوصية العلاقات المصرية الصينية. فلا شك أن الدعم الصيني للقضايا العربية، للقضية الفلسطينية، لتعزيز السلم والأمن والاستقرار في القارة الإفريقية كلها موضوعات يعني تتماهى فيها في المصالح。连日来，秦刚的访非行程也受到埃及金字塔报、七日报、今日埃及人报等主流媒体的密切关注。舆论普遍聚焦秦刚就中非关系发展提出的4点建议，认为中国外长连续33年年初首访非洲，充分体现了中方对发展中非传统友好关系的高度重视。中非关系在双方领导人共同引领和推动下，已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并将迈入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埃及是秦刚非洲行的最后一站，此前他先后到访埃塞俄比亚、加蓬、安哥拉、贝宁4国，达成一系列共识。这一次秦刚外长的访问呢，我们提出了更新或者升级版的中非合作，包括这个绿色经济、数字经济，还有其他很多高技术领域的合作，我们都开始进行，以前是没有的。环保这方面我们原来做的也是不多的，但是现在都在推进，说明中国和非洲之间的合作领域在扩大，合作的水平在升级。有观察指出，秦刚此次非洲行选择的5个国家各有深意。在地理位置上，5国分别位于非洲东北部、中西部、西南部以及西非和北非。从语言层面来说，阿拉伯语是埃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加蓬和贝宁则是法语国家，安哥拉的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而埃塞俄比亚国内主要使用英语。这样的选择更加能够体现出中非关系发展的全面和均衡。
另一个考虑的维度则是重要时间节点，例如今年是中国和安哥拉建交40周年，在秦刚抵达安哥拉首都卢安达展开访问的前一天，中安两国领导人曾互致贺电，为中安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与安哥拉总统洛伦索会见时，秦刚也再次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对洛伦索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建交40年来，中安始终真诚友好，携手并进，得益于两国几代领导人的共同关心和战略引领。外界注意到，在安哥拉访问期间，秦刚参观了位于罗安达的华为工业园，并与当地学生友好互动。他们多为学习电子通信专业或孔子学院的学生。秦刚说，中国始终把安哥拉视为自己的兄弟姐妹，两国的友好合作取得丰硕成果。这些成果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的，我也要小心。是啊，我在说伟的。今后你们要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到哪里，都要做我们两国友好合作的桥梁。今后都要中国在中国欢迎你们。今年是中国真实亲诚对非合作新理念提出的10周年，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10年间，中非合作不断深化拓展，提质升级。商务部数据显示，中国已经连续13年保持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2021年，中非贸易额达到2542.89亿美元，同比增长35.3%，创历史新高。一带一路倡议更是给非洲带去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中国企业利用各类资金帮助非洲国家新增和升级铁路超过1万公里，公路近10万公里，桥梁近1000座，港口近100个，输变电线路6.6万公里，通讯骨干网15万公里，网络服务覆盖近7亿用户终端。中非合作不仅帮助非洲增强自身造血功能，合作项目也为相关国家产业升级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极大地改善了非洲的投融资环境。我们强调的是互利共赢，强调的是我们帮助了非洲人民，我们的企业也走出去了，非洲人民也能从中国的开放、中国的一带一路获得实实在在的实惠。还有一个，在政治上，我们对非洲的支持是不遗余力的。比方说，我们非常愿意支持非洲成为20国集团的正式成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我们对非洲的支持是持续的，是坚定的，是不可动摇的，所以让非洲人民感觉到中国人民是可以信赖的。值得警惕的是，随着中非合作不断走实走深，一些西方大国则试图在非洲搞所谓大国竞争。外界注意到，长期以来，非洲并非美国对外战略的优先区域。直到2014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借其肯尼亚血统，拉非洲国家召开首届美非峰会，但短短3年后，美国政权从民主党政府转移给了特朗普的共和党政府。奥巴马对非洲的承诺被特朗普抛到脑后，他不仅在任内从未正式出访非洲，还以不堪入耳的语言形容非洲国家，令美非关系急转直下。拜登政府上台后，打算重拾奥巴马时期的对非政策，再次向美国全球战略版图最薄弱的非洲持续发起新的攻势。拜登在去年年底召开的第2届美非峰会上表示，美国将全力投入非洲的未来。路透社援引南非开普敦大学纳尔逊曼德拉公共治理学院客座教授、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前执行秘书塔洛斯·洛佩斯的话指出，美非峰会上的诸多承诺是在华盛顿预先决定的，而不是通过磋商，更像是一次地缘政治演习，一次摆拍合影。美国也看到了非洲未来的潜力，重视了非洲的经济。美国呢，还考虑到非洲是一个巨大的10多亿人口的一个大市场，所以美国也在着眼于未来20-30年。但是作为现在拜登重视非洲，我认为依然是心血来潮，还不完全是美国的战略重心，因为战略重心始终在印太。第二呢是欧洲，第3是中东。美国依然没有把非洲当一回事儿，所以美非外交对于拜登来说仍有作秀之嫌。11号，秦刚在埃塞俄比亚同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共同会见媒体，被记者问及中方对第2届美非峰会的看法时，秦刚表示，非洲是一块崛起的大陆，希望的沃野，充满生机和活力。没有非洲的和平与发展，就没有世界的稳定与繁荣。非洲需要的是团结合作，而不是阵营对抗。任何国家、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强迫非洲国家选边站队。非洲
应该是国际合作的大舞台，而不是大国博弈的角斗场。如果有竞争，那我们就比一比，谁为非洲的和平与发展，谁为争取非洲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做出实实在在的事情。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外交部长秦刚的首次外访选择非洲大陆，除保持传统外，您觉得还有什么意义？这是一个好问题。中国新任外长秦刚的首次出访，选择这个访问非洲大陆，可以说是老传统。从1991年以来呢，中国外长的每年新年出访第一站都是非洲，体现了中方对中非关系的重视。但是今年呢，这个别有意味，除了维护传统以外，另外有3大意义。第一呢，中国仍在致力地推进经济全球化，推动国家间的合作共赢，与美西方的脱钩断链、划分阵营呢形成鲜明的对比。非洲呢是相对落后的地方，与中国和美西方都保持着联系，但是呢，中非关系更多的是出于友好互助、共同发展，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而美西方呢，对非洲的政策多是出于地缘政治需要，是被动的带有附加条件的支持。像美国的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和欧盟的全球门户投资计划呢，更多是出于对中国的抗衡，出于应对西方列强在非洲殖民的遗留问题，并不是主动友善的推动非洲向前发展。因此呢，中非合作的方式和模式便成为新兴全球化的范本，也是中国式这个现代化中的这个国际关系样本。那么一些西方研究者认为这个西方大国呢将难以在非洲取代中国，非洲人信任中国，而对欧美的重新接触战略呢越来越有不信任感，越来越怀疑西方的动机。第二呢，中国与非洲的合作交流正处在提质升级的关键节点上，走向更深层次和更广泛的中长期合作。也就是说呢，中非合作的重点将转移到促进双边贸易和实现投资多元化，拓展到卫生健康、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新的领域，而不仅仅专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自然资源开采。第三，坚定地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坚守全球这个人类共同的价值，携手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中非呢都是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呢比非洲发展的更好一些，更先进一些。那么中非合作呢将为先进带后进这共同的这个推动发展创造样板。非洲呢也将成为国际合作的场所，而不是大国博弈的这个决斗场。在中国调整疫情防控政策，实行境内外大开放之后，中国游客受到普遍欢迎，世界看好中国经济，认为将带动世界经济复苏。您如何看？从去年年底中国优化防疫政策以后，世界呢对中国的经济前景普遍的看好，许多投资银行和证券机构呢都调高了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期望中国呢的以后大开放能够带动世界经济复苏。1月8日，中国全境开放，除了少数10多个国家呢对中国旅客设限以外，大多数的国家都在翘首迎接中国的旅客。泰国等国的高官呢还到机场迎接第一批中国游客。那么从全球经济预测看呢，今年呢一个基本的态势是欧洲经济将陷入衰退，美国经济呢可能进入中度衰退，但可能呢是短期的。那么唯有中国呢会一枝独秀，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复苏的火车头。对于中国经济的乐观态势，大多呢是根据以往的经验。中国经济能不能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快速的发展，可能呢还得观察3方面的因素。一呢是这个美西方对中国的制约，包括芯片禁令和芯片制造工具的限制，已经呢在阻碍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相应的呢会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二呢是受过去3年的疫情影响，中国企业的投资能力、中国消费者的购买能力是否到达疫情前的水平，是需要认真对待的。3呢是现在的市场格局在发生变化，美西方呢由于中国脱钩断链，
减少对中国经济依赖的趋势。那么国际经济秩序呢，也是受到了大国博弈的影响。美国的贸易和科技保护主义政策呀，不仅影响了中国与世界正常的联系，也在引发欧美间的这个经贸冲突。这些呢，都会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势，进而决定世界经济的牵引力究竟有多大。那么也可以这么说呀，要是世界呢让中国经济发挥拉动作用，那美西方呢首先要为中国经济解开羁绊，不再进行限制性和歧视性的政策，共同遵循世贸组织的原则。只有这3个方面呢都能够风调雨顺，调整到适合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环境，那么中国人呢是一定不会负众望的。好的，也谢谢陈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英国首相办公室当地时间14号晚宣布，英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挑战者2主战坦克及其他武器，这也使得英国成为第一个向乌克兰提供进攻型重装备的北约国家。英方期待此举能在北约内部产生示范作用。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随后回应，这些坦克将成为俄方打击目标。有消息指，俄罗斯或将最先进的 T-14阿玛塔主战坦克送往乌东前线参战。俄乌战局会否因为持续的武器升级投入发生新变化？来看看报道。英国首相苏纳克1月14号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时，承诺向乌克兰提供14辆英制挑战者2主战坦克，定于数周内运抵乌克兰。早前，英国首相办公室发言人曾称，主战坦克将为乌克兰人带来改变游戏规则的能力。同时，英国还承诺向乌克兰提供30门 AS-90自行火炮。之后，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感谢英国政府的决定，并称这些决定不仅将在战场上加强我们的力量，而且还向其他合作伙伴发出了正确的信号。挑战者2主战坦克是英国研制的第3代主力坦克，目前在英国陆军及阿曼陆军服役。英国陆军共装备227辆，此外还有数百辆处于储存状态。该型坦克配备乔巴姆复合装甲，曾在伊拉克战争期间表现出色，号称西方防护最好的坦克之一。公开数据显示，该型坦克能够在50秒内连续完成9次射击。其生产商英国维克斯公司宣称，挑战者2是世界上第1款有此能力的坦克。同时，由于该型坦克采用线膛炮，有别于其他北约国家以及俄罗斯坦克使用的滑膛炮，因此可使用一般滑膛炮无法使用的碎甲弹，在远距离上有更好的射击精度。因为它的这个车重特别大，它对于乌克兰比较差的一些的这个交通设施会构成非常大的压力，尤其是在这个冬春之交的这种反复的翻江道路非常差、非常泥泞的这个时期。而且呢，包括它整个这个后勤保障维护这个体系，跟乌克兰也会产生很大的这种差异。这种差异呢，会导致乌军在使用挑战者2的时候会有很多不利。他并不在乎这个坦克乌军是不是用得顺手，或者说好不好用，这都是非常次要的。他主要还是给的这个事儿的本身。对于英国向乌克兰提供重型坦克，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表示，将坦克带到冲突地区不会让敌对行动结束，只会加剧战斗行动，已将包括英国外交大臣詹姆斯·克莱弗利和英国陆军总参谋长帕特里克·桑德斯在内的一些英国内阁成员列入制裁名单。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则直接指出，任何包含乌克兰武器的物资都将成为俄罗斯的合法打击目标。除了在外交反制外，有消息指俄罗斯或将最先进的 T-14阿玛塔主战坦克送到乌东前线，而早在去年10月就曾有报道披露 T-14坦克疑似现身乌东地区。但有分析指出，俄罗斯派出阿玛塔的可能性并不高，因为该坦克技术水平较高，一旦被俘，后果将比俄罗斯在乌投入 T-90M 被俘更加严重。阿玛塔主战坦克是本世纪初期俄罗斯研制的新一代主战坦克，并宣称其是世界上第1款4代坦克，拥有许多黑科技，包括无人炮塔，其主炮射速可达每分钟10到12发。
尽管阿玛塔早在2015年就已经公开亮相，但一直作为阅兵车辆使用，并未参与过实战。那这个俄罗斯啊，其实它对于这种高端武器的使用还是有相当多的顾虑的啊，尤其是呢，像最近啊，这个使用什么苏57啊，也被暴露出来了，它不太越过边境，它是作战有很多限制，就是怕击落或者有什么安全事故，然后呢出现了这个问题啊，然后有战损的话，哎，这个宣传上确实很不利。现在这 T14的坦克啊，这个阿玛塔主战坦克啊，或者这种重型坦克也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坦克呢，它的量产的数量是特别的少的。那现在对于整个战争大局而言呢，你投入这个坦克也是作为一个试验的一个目的进行投入，它对战局没有很大的影响。而对于英国为何会此时踏破红线，英首相办公室发言人称，战事拖延对俄方有利，因此务必与盟友协力加大对俄施压，并期待此举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德国等国供应豹2主战坦克。目前，波兰和其他国家都在考虑向乌克兰提供少量豹2主战坦克，但该坦克是由德国制造，需要得到德国方面的同意。但到目前为止，德国在此问题上并未松口，理由之一就是其他西方国家也未提供主战坦克，德方不会单独行动。不过，西方普遍预测，如果英国向乌克兰提供挑战者2坦克后，德国很可能会改变想法。像乌克兰啊，这次这个军事冲突其实也是由美英啊蓄意挑起的啊，是拱火拱出来的啊。那么英国呢，其实在这里面，因为它的国力问题啊，因为它一直以来是作为美国的一个副手，在这个乌克兰拱火这个问题上，美国是主要的，以期呢让乌克兰军队拥有更强的战斗力，而且一定要把俄乌冲突的强度保持下去，乃至更加扩大，这个是英国的主要政治目的。陈曦认为，这些装备由于很多并没有进行最先进的升级，更多的是库存品，而且数量也不大，因此并不能立刻改善乌军的作战能力，对于俄乌战场局势的影响不大。只是为了维持现在乌克兰军队一个战斗力的水平，只是维持而已。因为它兵力的数量还是比较多的，还能打一阵儿。那么呢，下一阶段呢，乌克兰会比较急切的希望一些这个决战的机会，然后呢，在一些战场能胜利，获得胜利之后，去为了获取更多的北约支援，这个是乌克兰军队现在急切希望做到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您好。英国首相苏纳克周六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表态将援乌英制挑战者2主战坦克。那么，挑战者2的作战实力处于一个怎样的水平？是否会对乌克兰战局带来一定的影响？是的，美西，挑战者2的名气不小，也是英军的现役主战装备，曾在第2次伊拉克战争中实际参战，并以较小的战损率以及被命中几十发 RPG 火箭弹全身而退的神话，一度是声名大噪。那么，挑战者2真有那么凶悍吗？它驶向乌克兰战场的舞台中央，真能所谓左右战局吗？我先说结论吧，大家对这个玩意儿不要有过高的期待，它顶多也就算是西方国家的2流水平。有朋友可能会质疑，堂堂英国陆军的现役装备，大英帝国压箱底的主战坦克，真的如此不堪吗？是啊，英国可是坦克这项武器的发明国，就连 tank 水柜这个英语单词也是英国人率先叫响的。作为坦克的始祖国家，挑战者2的战斗性能又怎么会拉胯呢？然而不争的事实就是，挑战者2与世界一流主战坦克之间确实存在不小的差距，火力、防护、可靠性方方面面都存在差距。与大家分享一个故事：1998年，希腊为陆军主战坦克采购进行选型，闻讯赶来一决高下的主战坦克分别是美国的 MEA2、英国的挑战者2、德国的豹2 A5、法国的勒克莱尔、俄罗斯的 T80U、乌克兰的 T84。希腊军方着重考察各方竞品的防护、火力、机动性、可靠性，为模拟实战条件下主战坦克的火力效能发挥，希腊进行了一次列歼测试，也就是由车长搜索目标，由炮长负责射击的打靶测试。在这项测试中，豹2 A5最终取得了全场最佳的成绩，20发17中；勒克莱尔是20发13中。T84是19发9中，挑战者2则是20发8中。希腊方面随后进行了一次夜间状态下的近对近、动对近目标的1500米距离射击测试。
在这个检验坦克夜视能力与火控系统技术水平的科目里，挑战者2呢，则是完成了近对近的实发实中，却主动放弃了动对近的测试。为了检验实战条件下坦克的机动性能与可靠性，希腊随后是加入了1000公里的持续行军测试。挑战者2发动机冷却系统也出现了问题，履带板更换了无数节，最后通过终点。最终，希腊军方毫无悬念地选择了得分最高的豹2A5作为制式装备。这场上世纪末的主战坦克选型，也为当时各国主流的陆战装备奠定了座次排位。英国的挑战者2只能算作是西方的2流水准。实际上，二战结束以后啊，英国面临新的国际形势。它丧失了大量海外殖民地之后，这个昔日的所谓日不落帝国对陆权与海权有了新的思考。地面部队全面缩编，将有限的资源优先供给给海军。你很难想象，挑战者2作为英军的主战装备，总共只采购了将400辆。2012年，英军裁撤了又一个装甲旅，进一步缩编。挑战者2的装备数量仅剩200多辆，其余200辆已经封存了。从这个意义上看，英国援助给乌克兰的挑2只能算作是一种压箱底的库存产品。对乌克兰战局很难真正起到什么所谓的决定性作用。那么从政治与外交的角度来看，英国援乌挑战者2主战坦克有着怎样的意义呢？它会否成为某种投石问路，为北约各国继续加大援乌力度开创先河呢？是的，尽管英国人的挑2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厉害，但我们丝毫不能轻视这个举措带来的危害性。苏纳克开了一个坏头。他率先将英军的现役主战坦克送往乌克兰战场，这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我们都知道，坦克是陆战之王，一国之现役主战坦克一般是不轻易送人的。英国开了这个头，难免会有其他北约国家会跟进。比如说，波兰已经蠢蠢欲动，要将他们的豹2送进乌克兰；美国也在研究有没有必要把他们的埃布拉姆斯也送进去。从政治与外交的角度上看，英国的举动打破了某种界限。送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这么做了，其他的国家也能这么做。实际上，我更关注这背后传递的某种信号，那就是俄乌冲突延烧即将逐年，美西方援助乌克兰的模式可能要迎来重大分水岭。一言以蔽之，就是此前欧洲各国军火库里的冷战时期的华约制式装备已经送干净了。接下来还要援乌的话，就得割自己身上的肉了，也就是从现役部队身上扒拉装备。2022年内，捷克、波兰先后支援乌克兰数百辆 T72M 主战坦克，斯洛文尼亚送了 M5S， 它是一种 T55的本土改良型号。眼看着这几百辆援乌坦克已经在战场上消耗光了，泽连斯基也赶忙对西方喊话，他说：“我们需要更多、更实际、更有用的武器装备援助。”乌克兰战场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对于乌军而言，许多技术装备是损一辆少一辆。这个国家的国防工业基础设施已经被摧毁了，也就是说，乌军缺乏战场维修保养能力。许多来自北约的军备援助都是单程车票，上了前线出现一点闪失，很难拖到后方去维修。这在现代战争中几乎是一个军备无底洞。我很早就预言，美西方终究会有头位不动的一天。现在看来，欧洲各国军火库里的所谓冷战红利已经实现去库存了。下一步援乌力度还能有多大，就要比拼各家的真金白银了。坦克作为俄乌战场上十分关键的技术兵器，进攻可当矛头，防守可做节点，是乌军不可或缺的。美西方接下来恐怕得认真思考一下，这场仗的成本是否还是自己能够承担的。结合俄罗斯方面近期的一系列军事动作，无论是普京亲自主导的前线换帅，还是后方由梅德韦杰夫亲自督导的军工生产，都意味着在2023年，俄军新一轮的战场动作正在酝酿。俄乌冲突即将打满1年之际，它已经不折不扣地成为俄罗斯与整个西方世界的对决，拼经济、拼军工、拼血肉、拼意志。好的，也谢谢吴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
1月13号，日本政府内阁会议决定，在今年春夏期间将福岛核电站的核污水排入大海。消息震惊了周边国家，也遭到日本国民的反对。太平洋岛国对日本政府不负责任的决定提出严厉批评，认为这等同日本向太平洋多国发动核战争。根据日媒报道，在1月13号召开的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今年春夏之际将通过一条长度约为1公里的隧道，将130万吨福岛核废水排入日本近海。这条隧道由福岛核电站的业主方东京电力公司铺设，目前已经完成了80%。深圳卫视特派记者曾前往福岛实地查看。我现在呢是在福岛第1核电站的5号机组内。5号机组当时大海啸发生的时候是没有生产，也没有受到这个清洗，完好无损。那1、2、3号机组呢，跟它是完全是成比例的这个建筑，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来看到1、2、3号机组原子核反应堆的这个状况。那这个就是在核反应堆的顶部。那么我这个所处的空间呢是50乘50厘米的一个空间。当时1号机和3号机组就是它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面，因为海啸的侵袭，然后氢气发生了爆炸，所以整个把这个屋顶都掀翻了。但是2号机组呢，因为当时被海啸击穿了一个洞，反而把空气疏解出去了，所以它没有发生爆炸。深圳卫视注意到，东京电力公司为了避免堆芯融化造成更大的核灾难，向核反应堆注入海水进行冷却。初期的废水直接排进大海，遭媒体曝光后，东京电力公司才建造容器以存放这些污水。由于建造和储存牵涉较大费用，东京电力公司在建造了总容量为137万立方米的储存设施之后，拒绝拨款进行更多的容器建造。这137万立方米的容积将于2023年耗尽。后续核废水的处理问题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东京电力公司曾提出蒸汽释放和直接排进大海2种方案，但考虑到成本等因素，日本政府做出将核废水直接排进大海的决定。日本福岛核污水进入太平洋将造成全球性的环境安全问题。福岛周边的海洋是全球3大渔场之一的日本渔场的一部分。根据洋流规律，排放之后的57天之内，这些放射性的核污水将扩散至太平洋的过半区域，10年后将蔓延至全球海域。中国外交部此前多次表示，核污染水排海绝非日本一家的私事。中方敦促日方重视国际社会的正当合理诉求，同周边邻国、太平洋岛国等利益攸关方及有关国际机构充分协商，切实以公开、透明、科学、安全的方式处置核污染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内阁秘书长松野博一在13号的内阁会议后称，日本政府会等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综合报告后才开始排放核废水。但据美国媒体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私下认可了日本排放核污水的计划。去年11月，国际原子能机构曾就福岛核污水问题对日本进行了5天的检查，其中有2天去到福岛当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马里亚诺·格罗西称，福岛核电站的核污水是一个独特而复杂的案例。他又称，日本政府提出的核污水排放进大海的计划符合全球实践。事实上，国际原子能机构近年来偏心严重，不仅企图对美英通过 AUKUS 向澳大利亚转让核潜艇技术背书，也对日本福岛核污水排海这样的全球性重大涉核放射环境污染事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受到多国的批评。日本全国渔业协会13号再次发表声明，反对将核污水排入大海。韩国政府13号敦促日本从客观和科学角度出发，以安全且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标准的方式处理福岛第1核电站核污染水。马绍尔群岛表示，日本的做法是对南太平洋岛国的背叛。知名环保倡导组织 Young Saguaro Pacific 代表10多个太平洋岛国直言，这等于是日本向太平洋岛国发动了核战争。瓦努阿图政治家和活动家莫塔里拉沃阿希尔达利尼向日本建议，如果日方坚持认为排放核污水是安全的，那就把它倒在东京。